家好，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分享给大家。就在今天啊，我停止了给 UNICEF Malaysia， 也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个月350马币，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捐款。对，它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因为 UNICEF 有些什么问题吗？并不是。那我真的要停止给这些儿童提供帮助了吗？是的。我认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吗？我也没有底。那么我就要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分享出来，最后呢，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和我另一个决定，我想讲给你听，我们听到最后。我们一家在2023年1月到达大马，生活非常愉快。我内心就一直在想该如何回报大马社会呢？无巧不巧，2023年2月的时候就听闻土耳其的南部发生大地震，许多的儿童和成人流离失所，需要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UNICEF Malaysia 在大马是有运营的，而且身边也有朋友长期的向该基金会提供帮助。那我自己呢，就主动的上了这一个网站，我看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当时在网站上有单次捐款和按月捐款两个选项，大家可以看到截图。那我呢，在这个时候是思考了一下，于是呢，要录自己的名字和护照号码，确认是我的身份，我就捐了一笔钱，并且选择 monthly， 也就是每月捐助。当时呢，我没有去使用上面既有的一些选项，我自我输入了350马币。那从2023年的2月到我今天把它终止这个月我已经进行了捐款，总共是过去了有18个月。那么350乘以18，也就是我已经向 UNICEF Malaysia 捐款了6300马币。坦白讲这个钱对我来说，我是经过了思考的。一方面要考虑到底捐多少，第二方面呢，我自己下的这个决心被自己吓到了，因为它确实是蛮大的一笔花销对我们来说，我们到达大马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样的收入了，我们两个人都停止了工作，而我们的支出呢还是比较大的。再说小孩 Wilson 还要去供他去念国际学校，我们也不是多有钱，每个月350马币呢，差不多也要达到比如以吉隆坡来说，家庭月花销的5%左右了，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笔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比较大的钱。第二个角度呢，我已经坚持了18个月总共花出去6300马币相当于要1万人民币这样我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这样是一个大数。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生命的时候，除了健康、家庭、工作之外的副业或者说事业，我常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和这个所处的社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连接。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一直有去做慈善，做一些小小善事的习惯。那么到达大马之后，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冲击，我是指这种正向的冲击是很强烈的。那么人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会思考2个字，就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分享的感恩。我们以何种方式、何种心态去报答大马社会接收了我们，让我们过上了与前40年截然不同的幸福的生活呢？这就是我的做法，并且我们自己对儿童、对教育一直是非常感兴趣的，一直也想投入其中的。你看我们的频道的节目调性也是这样，所以把钱投入到 UNICEF 变成了当时和这1年半的时间自然而然的一个不二选择。
说起来很有意思，它既有特殊事件，又有我的理由啊，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说特殊事件呢，是因为我所使用的中国的那张信用卡跟我打了一个电话。注意啊，这张卡其实就是每个月我用于捐款的这一张卡，它会自动的把马币转换成人民币，差不多是在500多人民币，每个月会自动的扣款。他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有可能在一些商铺啊或者网站啊有可能被构成盗刷，所以啊一定要帮我做一些保护或者取消我的信用卡。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它本来是让我挺不爽的，因为我生活在国外很不方便，我也不觉得这是银行处理的合适的方式。但呢它倒反而啊引得我再去思考我每个月的这一笔捐款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就讲到第二个原因了，也是我后来打电话给客服告诉 UNICEF 为什么我想要取消啊。首先呢，当我输入了我的护照号码，每个月执行捐款之后，其实它并没有帮你创建一个账户。也就是说，等我下一次登录 UNICEF Malaysia 或者是 unicef.org 这个网站，我想再去看一看我自己执行的计划的信息，我当时所用的身份，我用哪一张卡，这些信息一概是得不到的。我觉得呢，这个有违一个慈善组织的透明原则。Again 我还是要强调，这和 UNICEF 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我相信也有其他的慈善组织是这样操作的，他们其实在慈善导航的排名本身是蛮高的，不完全是他们的问题。那我阐述的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常常会收到 UNICEF 各种各样要求更多捐款的 marketing 的邮件。但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这个钱 UNICEF 每年是怎样花的，进行了哪些项目的花销，他们一年从私人和公共部门募集到多少钱呢？这个情报我收到的几乎是没有。而我主动的在登录 unicef.org 和 UNICEF Malaysia 的网站的时候它的信息也被隐藏得很深。我觉得UNICEF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我很难找到详细的信息，并且因为它很大，它要关注的儿童的生存、儿童暴力、学习等等的面向非常非常广，甚至于培养一些年轻的 leader， 主办一些讲座，他自己的管理运营费用，他的面铺得很广，我觉得很难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我也拿不到我所需要的数据。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所关注的教育领域能够被花到多少钱，花到了什么样的项目，有没有有效的被利用，更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结果呢，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今天终于拨通了 UNICEF Malaysia 的网站我告诉他，我说我想基于以上的3个原因，我想要停止对 UNICEF Malaysia 进行捐助。那边的客服呢，他反而先劝我说OK 我理解这笔钱是蛮多的，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把350元每个月的捐款变成200元。我说你没有在听我讲的3个理由并没有说我的捐款很多，而是我觉得它的透明性，你们所服务的目标这个信息我得不到，它和我的想法不一致，是可以解决这3个问题吗？没想到客服好像还是没有在听，他说其实你不妨把捐款降到60，你看行吗？还是可以每个月去捐款。非常抱歉，我仍旧在这里不觉得是 UNICEF Malaysia 自己的原因，因为他们呢有自己的捐助目标，有一些执行的章程和所运作的方式，但是它和我的设想偏差的太远了，这也是那个小小的插曲。进一步，因为我要停止了，我说我所执行的捐款方案和我总共捐的这些钱，是否可以给到我一个信息，一个 receipt， 一个反馈呢？
没有想到啊，那边的客服他跟我说，哎，2023年的那一份啊，可以先给你，因为他们是每年2月到3月之间啊，会给上一年的捐款的一个明细啊，这也是我把它放到了大屏幕上面。不过呢，我当时凭着记忆啊，我说好像我并没有收到2023年的这一份呢，那个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啊？客服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他说哦，那是他们去年系统啊坏了，所以我今年没有收到这个一个 receipt。诶，那是什么时候好的呢？好了以后有没有通知我呢？有没有主动的发给我呢？他都没有回答，绕开了这个话题。而事实上呢，我仔细去查看了我的邮箱，在2月份的时候啊，他是给了我一个叫 Tax Examination Sheet， 告诉我2023年总共我的捐款啊是多少。但是令我不爽的是，客服为什么要撒谎，要随便找一个借口来应付我呢？这使得我最后一根稻草被压弯了。我觉得我对他没有信心，如果连这么小的事情他们都不能维护好，都不能说一个实话的话，我该如何相信他呢？并且我并不是要免税啊，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不需要免税，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凭证，告诉我2024年又捐了多少？他说那不行啊，那只有到2025年的2月份我们才能发给你。我说我还是希望要，他还是不给，于是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我呢，在X 平台上也给他们发了一个信息，艾特了一下，看看他们会如何回给我。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小的插曲了，这使我最终确定1分钱都不再捐给 UNICEF Malaysia 了。讲到这里啊，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决定，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啊，并且呢，它是反直觉的。照理说，去执行、去操作慈善捐款，那叫正常。你把它停止了，有什么好说呢？又多少啊，显得是不太正常的。是的，我最近在思考另一个话题，这个事情也是我的一个真正的重要的2024年的大决定，我会在下周的时候啊告诉大家。总之呢，我想要以我自己的方式重新来回报感恩大马社会，而这一次我希望啊它可以符合3个原则。第一呢，我必须要思考把我最宝贵的最重要的东西把它给奉献出去啊。第二呢，我希望它的过程和面向是公开的，并且我所捐款的方向是符合我们所感兴趣的一些领域，其中很重要的就包含对大马华文华人的教育领域，最好也是针对青少年的。第三呢，它仍旧要不低于原先我已经进行的慈善捐款，也就是每个月350马币的捐款。讲到这里啊，我都感觉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啊，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我想，虽然我停止了给 UNICEF Malaysia 的捐款，我仍旧会要以我自己的方式，我相信它是更重要、更诚心、更加能够影响到我和我周边人的方式去回报和感恩大马社会。也请大家和我在一起，能够支持我，谢谢大家。